终于手拉手了。彭国良握住了玉米的手，玉米终于和彭国良手拉手了。虽说有些害怕，玉米等待的到底还是这个。玉米的手被彭国良拉着，有了大功告成的满足。玉米在内心的最深处彻底松了一口气。其实玉米也没有拉着，只是伸在那儿，或者说被彭国良拽在那儿。彭国良的手指开始很僵，慢慢的活了，一活过来就显得相当的犟。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往玉米的手指缝里抠，而每一次似乎又是无功而返的。因为不甘，所以再重来。切肤的举动到底不一般，玉米的喘息相当困难了。彭国良突然搂住玉米，把嘴唇贴在了玉米的嘴唇上。彭国良的举动过于突然，玉米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，赶紧把嘴唇紧紧地抿上。玉米想，这一下完蛋了，嘴都让他亲了。但是玉米的身上一下子通了电，人像是浮在了水面上，毫无道理地荡漾起来，失去了重量，只剩下浮力，四面不靠，却又四面包围。玉米企图挣开，但是彭国良的胳膊把他箍得那样紧，玉米也只好死心了。玉米相当害怕，却反而特别的放心了。玉米渐渐的把持不住了，抿紧的双唇失去了力量，让开了一道缝，冷冷的禁不住的抖。这股抖动很快传遍全身了，甚至传染给了彭国良。他们搅在一起抖动，越稳越觉得稳的不是地方，只好闷着头到处找。其实什么也没有找到，自己的嘴唇还在自己的嘴上，这个吻差不多和傍晚一样长。施桂芳突然在天井里喊：“玉米，吃晚饭了吧？”玉米慌忙答应了一声，吻才算停住了。玉米愣了好大一会儿，调息过来了，抿着嘴无声的笑，就好像他们的举动因为特别的隐秘，已经神不知鬼不觉了。两个人从稻草堆上站起身，玉米的膝盖软了一下，差一点没站住。玉米捶了捶腿，装着像是腿麻了，心里想，恋爱也是个体力活呢。玉米和彭国良挪到稍亮一点的地方，相互为对方掸草屑。玉米掸得格外仔细，一丝一毫都不肯放过。玉米不能答应彭国良的军服上有半根草屑。掸完了，玉米从彭国良的身后把他抱住了，整个人像是注满了神秘的液体，在体内到处流动，四处岔，人都近乎伤感了。玉米认定自己已经是这个男人的女人了，都被他亲了嘴了，是他的人了，是他的女人了。玉米想，都要死了，都已经是国良家的了。第二天的下午，彭国良突然把手伸进玉米的衣襟，玉米不知道彭国良想干什么。彭国良的手已经抚住玉米的乳房了，虽说隔着一层衬衫，玉米还是吓得不轻，觉得自己实在是胆大了。玉米和他僵持了一会儿，但是彭国良的手能把飞机开到天上去，还有什么能挡得住？彭国良的搓揉差点要了玉米的命，玉米搂紧了彭国良的脖子，几乎是吊在彭国良的脖子上，透不过气来。可是彭国良的指头又爬进玉米的衬衫，直接和玉米的乳房肌肤相亲了。玉米立即摁住彭国良的手，央求说：“不能，不能啊！”彭国良停了一会儿，对着玉米的耳朵说：“好玉米，下一次见面还不知道是哪一年呢。”这句话把玉米的心说软了，说酸了，一股悲痛涌冲进了玉米的心窝，无声的汹涌了。玉米失声痛哭，顺着那声痛哭脱口喊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
这样的称呼换了平时玉米不可能叫出口，而现在完全是水到渠成了。玉米松开手说：哥哥，你千万不能不要我。彭国良也流下了眼泪。彭国良说：好妹子，你千万不能不要我。虽说只是重复了玉米的一句话，但是那句话由彭国良说出来，伤心的程度上却完全不同了。玉米听了都揪心。玉米直起身，安静地贴了上来给他。彭国良撩起玉米的衬衫，玉米圆溜溜的乳房十分光洁地挺在了他的面前。彭国良含住了玉米的左乳，咸咸的。玉米突然张大了嘴巴，反弓起身子，一把揪紧了彭国良的头发。最后的一个夜晚了。第二天的一早，彭国良要回到彭家庄去，而下午他就要踏上返回部队的路。玉米和彭国良一直吻着，全心全意地抚摸，绝望的不行了。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，困苦地扭动。这几天里，彭国良与玉米所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身体的进攻与防守。玉米算是明白了，恋爱不是由嘴巴来谈的，而是两个人的身子做出来的。先是手拉手，后是唇对唇，后来发展到胸脯，现在已经是无遮无掩的了。玉米步步为营，彭国良得寸进尺，玉米在节节退让。说到底，玉米还是心甘情愿的。这是怎样的欲罢不能？欲罢不能啊！彭国良终于提出来了，他要和玉米那个。玉米早已是临近晕厥，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玉米的清醒与坚决却表现出来了。玉米死死按住了彭国良的手腕，他们的手双双在玉米的腹部痛苦地拉锯。我难受啊，彭国良说。玉米说，我也难受啊。好妹子，你知道吗？好哥哥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？彭国良快崩溃了，玉米也快崩溃了，但是玉米说什么也不能答应。这一道关口他一定要守住，除了这一道关口，玉米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要想拴住这个男人，一定要给他留下一个响头。玉米抱着彭国良的脑袋，亲他的头发。玉米说，哥，你不能恨我。彭国良说，我没有恨你。玉米说到第二遍的时候，已经哭出声音了。玉米说，哥，你千万不能恨我。彭国良抬起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说，玉米。玉米摇了摇头。